Hello，我是 Terry， 今天我们来拍这个美食的视频。这个在马来西亚这里我们叫做炸手冬，或者我们有些人称为炸墨鱼。这个墨鱼是从哪里来的呢？算是一种的巧合，就在我家里出现了，然后就突然间很有想法，就来拍这个视频。我还在想，怎么价钱好像偏高了一点，原来拿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好大哦，这个墨鱼好大个。还好墨鱼带回来之前，因为它是墨鱼嘛，所以它的肚子里有那层墨，做海鲜的人帮忙处理掉了，所以还好他帮忙处理，不然会弄到整个到处都是黑黑的。后来拿出来才发现，处理的人以及帮忙处理的到处都是整整齐齐的，已经把每一个部分都分别了出来。不过还有很多的部分还是属于比较大块了一点，所以我决定帮它分尸。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我家里是属于比较多年龄层的人，所以为了顾到每一个年龄的人，我就需要不同的处理每一个部分。在这个分解的过程里面，我在想着一件事情哦，这个墨鱼跟八爪鱼到底有什么不同哈？结果我去查了图画过后，就发现其实它们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它们的头。一个的这个八爪鱼的头它是属于比较圆的，而墨鱼的头呢，它是属于尖的。不过在海洋学里面，它们是属于同一个学系里的哦。而在这里呢，其实它们的两种都是有八只脚，而它们的八只脚呢，其实都有不同的功用。如果想要了解海洋学的朋友呢，这里是美食的频道，我就不讲解更多的这种生物学的研究报告了咯。为了顾到我家里下颚比较没有这么有力的家人呢，所以有几种方法能够把这个墨鱼弄到比较软一点。其中一种办法就是帮忙很努力的按摩，这就是一种方式。而这只墨鱼因为它有大概 1.5 公斤左右嘛，所以是属于比较成长比较大的墨鱼，所以它的皮肤组织或者它的肉是属于比较多的。而在这里你会看见我在处理它的这个外面一层的皮，尤其是墨鱼的外面那层的皮，当煮熟了过后它会特别的硬，所以最好是把它处理掉。这里我觉得需要再提醒一下，它这个比较深色的部分哦，墨鱼来讲的话，最好都要处理掉，因为在我后来吃的时候就发现，这些它属于皮肤组织的部分真的很难咬，不好咬，所以最好是把它处理掉。若是在处理它的皮的时候会感觉到很黏很黏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先用一些的盐来搓揉那些这个墨鱼，过后它就会把它的里面的这种粘液慢慢的排除出来。同时多清洗几次的话，等一下炸的时候它也不会这么容易的爆油。这两片是墨鱼的小小的翅膀，在它活泼乱跳的时候呢，这是它拿来负责游泳的部分。若是你有注意看的话，就会发现它旁边有一个白白色的部分，用手摸起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是属于有一点点硬的组织，所以若是没有处理掉的话，等一下吃的时候会很难很难咬哦。所以要把这个薄薄的那一个这种硬的组织切掉。不知道怎么说，总之手摸上去的时候是摸得到的。像这个边边的部分呢，就是因为我摸到了，所以我就把它切下来。因为是成年的墨鱼，所以它是属于比较厚的，它有整个像拇指这么厚哦。而这么厚的墨鱼呢，就是有一个面临了一个问题，就是煮熟的时候要怎么咬啊？它的弹性会特别的好，所以很难咬，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考一考我们的刀工了。一般我会从下往上切，或者从上往下切，这样子的话它跟它的组织就会分开来。虽然有些人也会横着切，不过我个人认为若是照这个方向切的话，它就会到时候煮出来的时候比较好咬一点。
接下来我会把这个切到差不多是2个食指跟中指这样的大小过后，就开始准备处理下一个阶段了。接着就很需要考刀工了咯，就是需要这样子斜着切，并且尽量的切到不要让它断掉。接着它的另外一个切口呢，需要跟之前切的打成一个另外一个方向的斜切，使到这个墨鱼最后的形状会形成有一点点四方形的感觉。照这原理来讲，当然切得越细呢，你就会最后吃出来的口感就会越丝滑一点，意思说就越容易咬。这就是处理好的过后的样子，就会变成有这种四方形的感觉。若是密集恐惧症的，因为它的总共的重量有 1.5 公斤嘛，然后我也好像有点开始觉得有点贪吃了，所以呢，讲到海鲜当然要吃新鲜的啦，所以立刻调理，加上酱油一点，让它有一点点的基本的调味，搅拌好放在那边让它入味一下，就等一下再煎啦。面糊呢，我是采用1:1的分量，也就是1的高筋面粉以及1的大薯粉，就看你要炸多少，总之我都会加上1颗的蛋。面粉以及那个大薯粉的分量呢，就按照自己需要的量做调整吧。我不知道中餐有没有这一种的方式，这个是我从西餐那里学到的，也就是加进牛奶来做成这个面糊。腌制好的墨鱼呢，我就直接把它丢下去，包括刚才的酱油我也放在里面一起拌在一起，反正它的味道都会在一起可以吃得到。这是刚刚切成这种四方格的感觉，你看那个面糊也会同时粘在上面。墨鱼准备好啦，还有这个等一下还需要用的大薯粉也需要准备好。油，我觉得这个油不够，最好还要再多一点油，不过今天我就将就点，就这样炸吧。油热过后真的是有点迫不及待的，就快点，就是把这个沾了面糊的墨鱼拿起来，然后沾上这个大薯粉，过后就是丢下去炸的时候了。连我的狗都听到、看到、嗅到味道，都有点不耐了，都想要吃一口。这油的量真的是有点不够，最好是能够再让这个墨鱼能够在油里面游泳的那种高度是最好。这种只是轻轻的动到的油，讲真的，炸出来的最后的成果我并不是很满意。这个是我最想吃的部分，也就是它的手的那部分，所以就快点炸一炸，然后等一下就看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。那个条状的就拿起来了，就很想快点试试看，吃一口来试吃一下。我觉得是我的面糊调得太稀了一点，所以导致它的外层就有点脱落，我觉得有点可惜，有点影响口感。不过基本还是很美味的。不过呢，我的旁边的这只的好朋友，他在那里就虎视眈眈了。你看，我手一伸过去的时候，他就把它吃掉了。咻，吃得多么开心！这里顺便说一点小知识，有些宠物呢跟人是一样的，他们会对海鲜敏感。像我就对虾敏感，所以我的美食视频可能以后都不会出现关于虾的类的食物。好了，准备了一整天，终于可以好好的吃一顿。快准备去到另外一边，然后准备摆盘，然后我就要准备试吃了。整个过程里面呢，就有学到一些的心得，就是说发现墨鱼的水分是属于比较多的，所以油炸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尤其是刚刚我油炸的时候，它有这个爆油的迹象，因为水分过多了，所以记得如果墨鱼它太过潮湿的话，最好是拿布
或者什么把它擦干一点点。所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你们，希望我下次还有继续做视频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了。